林杏儿，你还躺着？你当这是京城的尚书府，还等着丫鬟伺候呢？这一大清早，你那碗稀粥里多放了一把米，我看你是想把这家的口粮都吃光，好让铁枝饿死在巡边的路上吧？娘，那不是米，是陈年的碎骨壳。我身体虚，多加了些水，并没多用口粮。还敢顶嘴！我呸！这家里只有半斤粗粮脏，你竟敢拿去喂你这残躯！铁砖在边关拼命换来的军饷，不是拿来让这废物糟蹋的。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才接了你这么个丧门星。既然这饼硬的能崩了牙，汤淡的像白开水，那从今日起，这家的吃食我来分配。你也配？你连野菜和毒草都分不清，还想管家里的吃食？哈哈，你做的那堆东西，猪看了都要摇头。林杏儿，我不需要一个只会在家里惹是生非的废物。这军营不养闲人，若明天天亮你还折腾不出能填饱肚子的营生，别怪我不留情面。明早我就写好休书，让你自己滚回京城。休书？赵铁商，若是我能让这军营里的人抢着买我的东西，让这穷的掉渣的边关飘起咱们赵家的肉香，你这休书还写得下去吗？大话谁都会说，你当这是过家家？好，那我就给你这半个时辰，要是还是那股霉味儿，你给我滚出赵家村，以后再也别想在这边关立足。成交，半个时辰。若你们吃不出一口好味道，我自己走，绝不让你们动手。这荒地里连根草都长不好，你拿这些发烂的东西能做出什么？别站着，火不够大。铁栓，若想活命，就别盯着我看，去帮我把灶台底下的灰掏了，再加2把干草。你作死啊！那可是咱们家过冬仅剩的半口油，你把它全刮了，接下来的日子咱们喝西北风去吗？我就说你是个败家娘们儿。娘，油若是不用，放在罐子里发霉，那才叫败家。这陈年猪油带着一股子哈喇味，不用热火激一激，根本压不住那股腥气。您若是想吃发馊的饭菜，我现在就把火灭了。你休要狡辩！要是做出来不能吃，我今晚就把你赶出大门。你往锅里扔的那些黑乎乎的东西是什么？你想毒死我们？那是陈年的八角和鬼皮，虽然长了毛，但我刚才用刀刮去了表层，现在用温油慢煸，这叫炸香。铁栓，你们平时吃大料是不是直接扔进水里煮？军营里的伙夫都是一锅乱炖，谁有闲工夫管怎么弄？难怪你们吃的饭像嚼木渣，大料的香味在水里是出不来的，必须得用油逼出来。铁栓，帮个忙。干什么？这饼放了至少5天，硬的能砸碎核桃，我的力气切不动它，用你的刀把它切成指甲盖大小的碎丁。快点，油温正合适，耽误了火候，这顿饭就毁了。林杏儿，这是杀敌的刀，不是给你切烂饼的。能让人活下去的刀才是好刀，切吧。哎呦，我的老天爷！那饼本来就难咽，你过水再下油锅，这不成了江湖拌石头吗？没法吃了，全完了。饼太硬，不过水润不透，直接煮又会化成烂泥。现在这热油一激，外层焦脆，内里绵软，大料的油香会全部钻进面饼的孔隙里。拿碗来。哼，闻着倒是像模像样，谁知道吃进嘴里是不是一包苦水？娘，苦吗？这东西，看来这休书今天是写不成了。你确实有点本事，这顿饭是我长这么大吃过最像样的一顿。哼，也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不就是多费了油吗？这算什么大本事？咱们家又不能天天供你这么挥霍。既然你们承认我做的饭能吃，那咱们就立个规矩，从今往后赵家的灶房由我说了算，你们负责带食材回来，我负责让你们顿顿吃得上口。好，只要你能让家里吃上饱饭，灶房归你管。你干什么？那是留着过冬慢慢熬汤的萝卜，你可别再给糟蹋了。熬汤，这种已经失水成棉絮的萝卜，熬出来的汤比苦药还难喝。娘，咱们不能光守着这点存粮等死。明日我要拿这些萝卜给咱们赵家挣回第一笔钱。赚钱？这边关穷得叮当响，谁会花钱买这破萝卜？因为我能让这破萝卜变成边关军营里将士们抢着要的风味小菜。铁栓，明早你不用去巡边，帮我打个下手，咱们去村口摆摊。杏儿啊，这大冷天的，你真要去村口吹冷风？昨晚那一顿是吃的香，可那些当兵的都是粗人，谁舍得花钱买这破萝卜和面饼？娘，粗人也是人，只要是人就长着舌头。边关孤寒，肚子里没油水，吃什么都觉得没劲儿。咱们这饼和萝卜卖的就是个痛快。您在家烧好热水等我们，中午前我们准回来。时辰不早了，巡防的队伍半个时辰后就要出营，走吧。哟，那不是赵家刚进门的京城媳妇吗？铁镯怎么陪她出来丢人现眼了？
听说交际的很呢，连烧火都不会。这摆的什么摊儿，连个热气都没冒，谁买他的东西？就在这儿。铁栓，帮我把那罐昨晚熬好的大料油拿出来。今天风大，咱们得让香味飘得远一点。你这面糊里只加了葱花和粗盐，连点肉面都没有，真能卖出去？好吃的葱油饼靠的不是肉，是油温和面香，看着吧。娘的，什么味道？怎么这么香？比镇上醉仙包子还香！哥，好像是村口那边的摊子。铁栓，你小子不厚道啊！家里藏了这么好的手艺也不跟兄弟们说。这是你媳妇儿，弟妹，这饼怎么卖？给我来2张，饿死老子了！这位军爷，葱油饼3文钱一张，今天咱们头一天出摊，凡是买饼的，免费送1碟独家秘制萝卜干给您解腻。6文钱，太香了！您尝尝这个。这是萝卜。大牛，怎么了？吃不惯就吐出来。吐个屁！太他娘的好吃了，又脆又辣，还带着股鲜甜。嫂子，给我来3张萝卜干，多给点儿。别急，嫂子，我要4张饼。赵铁栓，点点看，咱们的休书还要不要写了？今天卖的怎么样了？是不是没卖出去全扔了？我的老天爷，这都是今天赚的！铁栓，这比你1个月的军饷还要多啊！静儿，我的好媳妇，你快跟娘说说，接下来咱们怎么干？娘给你打下手，娘什么活都能干。娘，这只是个开始，葱油饼赚的是辛苦钱，真正值钱的是那2罐萝卜干。明日加倍备料，不出3天，咱们这小摊的名声就会传到镇上那些大酒楼的耳朵里，生意才刚刚开始。嫂子，再给我包3张。娘的，自从吃了你家的饼和这神仙萝卜干，镇上那醉仙楼的肉包子，老子现在闻着都觉得是一股子馊味儿。醉仙楼那肉包子卖10文钱一个，皮厚的像城墙，肉馅还没指甲盖大，还是嫂子这饼实在，3分钱吃得满嘴香。各位军爷捧场，杏儿感激不尽。不过今日的萝卜干快送完了，剩下的面糊也只够摊10张饼了。杏儿，昨晚娘去镇上粮铺买面，掌柜的说面粉全被大买单包圆了，咱们家剩下的料撑不过明天。不急，面粉断了，有人会比咱们更急。哟，我当是什么山珍海味，把这群秋班的魂都勾走了，原来是卖破面饼的泥腿子，这股子劣等香料的冲鼻味也不怕吃坏了肚子。姓钱的，你骂谁秋八？你醉仙楼的东西又贵又难吃，还不许老子们来这儿买饼。李军爷，消消气，我可没说不让你们吃，我今天是来找这位赵家媳妇儿谈生意的。小丫头，你这摊子抢了我醉仙楼3成的早点生意，我给你1两银子，拿着钱卷铺盖滚回你家炕头去，这村口以后不许你再支锅。拿上你的脏钱，滚！怎么着？给脸不要脸是吧？信不信今天砸了你这破锅？断了，手要断了啦！钱掌柜，和气生财，你断了镇上粮铺的面粉，又买光了菜市的萝卜，不就是想逼我5米下炊吗？何必还要多花这1两银子来折辱人呢？你既然知道，就该懂点规矩。在这边关镇上，还没人敢跟我钱某人抢饭碗。从今天起，你买不到1两面。嫂子，你别怕，明天我带几个兄弟去镇上，逼那粮铺掌柜卖给你。各位婶子嫂子们，钱掌柜说镇上的萝卜不卖给我了，不知道咱们军屯各家各户院子里种的萝卜，后山上挖的野芥菜，你愿不愿意收？那可都是些不值钱的贱菜啊！只要洗得干净，没有烂心，我林杏儿全收。萝卜2文钱一斤，野芥菜1文钱一斤。不仅如此，我还教你们怎么处理这些菜，只要你们按我的法子切好晒干，我加倍收。哎呦老天爷，2文钱一斤，我家地窖里还有几百斤萝卜呢！现款现结，童叟无欺。不仅是萝卜，过阵子我还要做酱菜，需要大量的辣椒和豆子。咱们村只要愿意出力的，这摊子就永远有你们的一份钱。你这是坏了规矩！你以为收了这些破菜就能成？没有面粉，我看你拿什么做饼？亏你做了这么多年酒楼生意，谁告诉你只有白面才能做吃食？边关盛产高粱和糜子，这些粗粮只要发酵得当，做出来的杂粮比你的白面还要香。你信不信？不出3天，你杂粮粗面的生意也会被我买断。牙尖嘴金的丫头，咱们走着瞧。我们走。慢着，小哥，刚才受了惊，肚子也饿了吧？我这饼里的8角是大料房里慢慢熬出来的，不比你们醉仙楼用白水煮的差，要不要尝尝？谢谢。没出息，还不快滚！你胆子真大，几句话就把全村的人都绑在了你这边，不怕他们以后反悔？利益盘党是这世上最牢固的交情，只要跟着有钱赚，赶都赶不走。不过，李大牛他们吃的再多，也只是几10个人。我要让咱们的酱菜直接送进胡头营里，成为几万将士的定额口粮。嫂子，你这手艺真是绝了！这明明是拉嗓子的粗高粱和黑麦壳，怎么到了你手里，不仅不卡喉咙，还透着股暄软的甜味儿？粗粮干硬是因为死面不吃水，我加了昨夜熬的老面肥，放在热炕头上捂了1宿，让面糊自己发酵吐酸，再用一点点碱面中和，
油锅一煎，粗粮的麦香味就被彻底激发出来了，更管饱还养胃。就是这醉仙楼的钱掌柜还想断嫂子的活路，他哪知道嫂子用粗粮做来的东西比他那精细白面还要香100倍。是孙千虎。李大牛，你们这几个兔崽子，营里的火头军做好了早饭不吃，跑到这村口聚众买野食，这要是吃坏了肚子，耽误了巡防，我砍了你们的脑袋！千夫大人息怒，真不是兄弟们嘴馋，实在是嫂子做的这饼和萝卜干太好吃，吃了身上有劲儿，巡边都不觉得冷了。哼，荒唐！这穷山恶水的，连口好水都难找，一个路边摊能做出什么花样来？铁砖，这是你媳妇儿？回千户大人，正是在下的内子。内子初来乍到，做些小本卖卖，贴补家用，食材虽糙，但绝对干净，绝不会吃坏将士们的肚子。铁栓，你是个老实人，但在军规面前，我可不讲情面。这东西若是弄虚作假，我照样掀了你的摊子。大人是行军打仗的内行，吃食干不干净，有没有力气，您一口便知。这饼和萝卜干，全当杏儿孝敬大人尝鲜。这萝卜你是怎么腌的？居然比京城大酒楼里的还要脆爽，咸味也足。这底料用了不少心思吧？回大人，这叫秘制风干辣萝卜，做法倒不稀奇，关键在于风干脱水和香料的配比。边关苦寒，将士们常年吃水煮的粗粮，肚子里没有水，嘴里没味道，到了夜里还容易犯夜盲症，手脚发软。其实这都是因为吃食里缺了盐分和辛香料的刺激。你一个妇道人家，还懂将士们的夜盲症和体虚？杏儿不懂医理，但懂食材。这萝卜里加了中鱼和几味驱寒的草药底油，不仅能下饭，更能驱寒暖胃。大人，听说军营每月采买配菜多是些烂菜叶，稍微一放发馊，将士们不仅吃不下，还浪费了军费，对吗？你说的不错，后勤那帮饭桶买来的菜10斤有5斤是烂的，但边关运输艰难，除了那些又能买什么？新鲜蔬菜根本运不到这儿。大人，既然新鲜的运不到，那为什么不收我们军户手里耐储存的风味小菜呢？收你们的？没错，大人，我这萝卜干脱了水，用重盐和香料封坛，放上3个月都不会坏。吃的时候拿出来一小碟，就能配下2大碗粗粮粥。不仅如此，我还能做酱豆、腌芥菜，不仅味道好，能长期储存。最重要的是，价格只有军营现在采买配菜耗费的1半，因为这些全都是我们军屯村妇们自己种、自己挖、自己腌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丫头好大的口气！你可知军营几万张嘴，一天要消耗多少咸菜？千户大人，内系绝非信口开河，他前几日已经召集了全村的军户家属，以高于市价的价钱收购大家地窖里的萝卜和芥菜，并亲手教授他们初步的风干之法。只要大人点头，整个军屯的妇人都能成为后勤的帮手。好一个聪慧的丫头，好一个有魄力的媳妇儿。铁砖啊铁砖，我当你娶了个累赘，没想到你小子是捡了个聚宝盆啊！大人过奖，杏儿只是个想让家里人吃饱穿暖的村妇，也想让保家卫国的将士们肚子里能多一口热乎的滋味。这里是20两官银，算是我个人给你的定金，给你10天时间，我要看到10坛你这种秘制萝卜干送到后勤火头营。如果将士们吃了都说好，以后前锋营3000号人的配菜全包给你，你敢不敢接？接，大人放心，10日后，杏儿保证让前锋营的将士们吃上边关最好的下饭菜。好，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大牛，吃饱了赶紧滚去巡边。遵命，千户大人。你早就盘算好了，对吗？买空全村的萝卜，不是为了这个小摊，而是为了等军营的人。如果只在这个村口摆摊，我们一辈子都只够温饱。铁栓，我说过我要让你顿顿吃肉，现在本钱有了，路也通了，咱们回家准备大干一场。好，都听你的，回家。都排好队，一个一个来。我家杏儿算账精明着呢，谁交了多少斤合格的萝卜和芥菜都记在账上，少不了你们一个子儿。王婶子，您家送来了50斤野芥菜，洗得很干净，按1文半1斤算，这是75文，您拿好。哎呦，我的老天爷，75文啊！往常我家那口子在营里拼死拼活1个月，也就发下来100-10来文。杏儿，你真是咱们全村的活菩萨呀！婶子言重了，这是大家伙自己凭力力赚的辛苦钱。李嫂子，这是您的90文。张大娘，这是您的120文。各位婶子嫂子，钱发完了，但我有句掏心窝子的话，得跟大伙讲明白。500缸，那感情好啊！可是杏儿后山的野菜就那么多，等入了冬，地下结了冰，连个菜根都挖不出来了，咱们拿什么做酱菜？这几天咱们几乎把后山外围的野芥菜和野萝卜挖空了，可孙千行那边的单子不是一锤子买卖。如果这10缸酱菜送过去，将士们吃得好，下个月咱们要交的就是100缸，甚至500缸。靠天吃饭，不如靠咱们自己的双手。山里的挖空了，咱们就自己种。我要带着大家把村口那片荒地开出来。杏儿啊，不是咱们怕受累，那片荒地，咱们军户刚搬来的时候不是没试过，地里全是石头块子，土
土硬得像生铁，就算是撒一把生命力最完成的高粱种下去，长出来的苗也结不出穗儿啊。是啊，杏儿，那片地连草都长不齐，种菜不是往水里扔钱吗？土硬，咱们就翻；地薄，咱们就肥。我林杏儿绝不做没有把握的事儿。咱们不种那些娇贵的细菜，咱们种雪里须和沙地也算。雪里熏这东西最耐苦寒，它不怕土硬，只要根扎下去，越是打霜挨冻，长出来的叶子越是肥厚脆甜，天生就是做腌菜的上等料。至于沙地也算，那片荒地的沙土正合它的胃口，种出来辣味冲天，是做酱料的绝佳配菜。就算能种，可翻那片荒地得要铁犁和壮劳力呀。咱们一群娘们儿，手里的破锄头连土皮都刨不开。谁说只有你们这群娘们儿？保家卫国是男人的事儿，开荒种地让家里人吃饱饭也是男人的事儿。李大牛他们听说要种出供军营的芥菜，自愿趁着休务来帮忙。就是，嫂子让咱们兄弟吃上了神仙饼，现在嫂子要开荒，咱们要是连力气都不出，还算什么站着尿尿的爷们儿？大伙说是不是？是，听嫂子的，开荒种地。好，既然有各位大哥帮忙，那咱们今天就开始。铁栓儿，你带男人们负责把肚皮上的枯草烧了，再用镐头把大石块挖出来。婶子们，回家把灶旁里的草木灰，还有家里养猪养鸡的粪土全都带过来。大牛，把那边的枯草拢到上风口点燃。杏儿说了，烧完的草木灰能松土杀虫，一点都不许浪费。得嘞，看我的！对，就是这样，深发1尺，把这些灰蹄埋在下面。等熬过这几天，咱们用千户大人给的定金买来的种子就能下地了。你呀，干起活来像头不知疲倦的牛。大牛他们好歹还知道轮换着歇歇，你倒好，一个人把最硬的那块石头地全包了。我不累，杏儿，你知道吗？以前我巡防回来，看着这片荒地，心里只有绝望。我觉得这辈子，咱们军户就只能像野草一样烂在这里。但今天，看着那片被翻成黑褐色的土地，我第一次觉得咱们的日子有盼头了。这才哪到哪儿，等咱们的雪里硝和沙地蒜长出来，做成的酱菜运进军营，到时候我要让这赵家村变成边关最富裕的粮仓。你想做什么，放手去做。这天塌下来，我赵铁栓替你顶着。这贼浪天怎么说变脸就变脸？这么大的白毛风，咱们刚种下去的菜籽怕是要全冻死在土里了。铁石今儿个去了前锋营交接，这大雪封山的，怎么还不回来呀？娘，您先别急，雪里轩和沙地蒜都是极耐寒的种子。这场雪虽大，但只要不结厚冰，雪水反而能当一层被子盖着土。我倒是更担心前线的将士。哎呦，我的儿，你怎么冻成这样了？快到灶火边烤烤！出大事了！是粮道被大雪封了。从京城送往边关的过冬军粮和补给，被这场突如其来的薄雪困在了100里之外的盘龙口，起码5天内1粒米都运不进来。前锋营原本就缺衣少食，现在存粮已经彻底见了底。断粮了！那前锋营的3000将士吃什么？这冰天雪地的，没有吃食，不是要活活冻死吗？李大牛他们今天巡边，遇到了趁雪劫掠的敌军斥候，打了一场遭遇战。兄弟们虽然把人打退了，但体力透支严重，现在营里连煮清汤的粗粮都不够分，只能把仅剩的一点米糠掺着血水煮。没有盐分，没有热乎气，兄弟们冻得连刀都握不稳了。孙千户急得在帐篷里拔刀砍桌子，可变不出粮食啊！铁栓儿，咱们的酱菜腌了有8天了吧？8天了。你之前说要封存10天，风味才能彻底激发出来。不等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这酱菜虽然还没到最绝顶的风味，但里面的重盐和辛辣芥菜正是现在前锋营最救命的东西。铁山，去把李大牛留下的那几个板车拉出来。杏儿，你疯了！那10缸酱菜可是咱们收了孙千户20两定金的，现在味道没到火候，万一千户大人怪罪下来，咱们拿什么赔？再说了，这风雪这么大，你一个女人怎么送得过去？
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若是前锋营的将士们冻死、饿死在今晚，敌军冲破了防线，咱们就算守着这20两银子，又有何用？这酱菜不仅是咱们的生意，更是兄弟们的命。你说的对，若是没有铁商他们拼死守着，咱们早没命了。我去把家里仅剩的几十斤粗杂面全拿出来，要送咱们就送顿饱饭。我去喊村里的汉子们，今天就算是用肩膀扛，我也要把这些东西扛到前锋营。是。还没消息吗？就算是爬，后勤那帮混蛋也该给我爬过来了。再这么下去，今晚至少要冻伤几百个弟兄。大人，风雪太大，盘龙口彻底堵死了。火头军那边说，连米糠都熬干了。大牛哥，是不是敌军打过来了？不对，这味道是嫂子，是铁栓媳妇的酱菜香。铁栓，林氏，你们不要命了？顶着这白毛风送什么东西？大人，没时间解释了，快让火头军支起大锅，把血水烧开。铁栓，卸车。酱菜里的粗盐和猪鱼已经彻底融入了汤汁，不用再调味。把婆婆他们带来的粗糙高粱面用水搅成面疙瘩，直接下锅。开饭了，都排好队，趁热喝下去，把寒气逼出来。爽！他娘的，老子活过来了！太好吃了，又辣又热乎，我的手有知觉了。这汤真带劲儿，嫂子的手艺简直神了。林杏儿，赵家村的父老乡亲，你们今晚救了前锋营3000将士的命，救了我大魏边关的防线。我孙某人替3000弟兄给你们磕头了。大人言重了，军民本是一家人，你们在前线挡刀子，我们在后方做口热饭，天经地义。更何况这酱菜还欠着您2天火候，只盼大人别怪罪杏儿手艺不精。哈哈哈哈，手艺不精，这是我孙某人这辈子吃过最绝顶的美味。从今天起，前锋营所有补给，只要是你林杏儿做的，我照单全收。谁敢断你的路，就是跟我孙某人的刀过不去。赵铁栓，林氏，快出来接赏！属下赵铁庄见过副将大人。民妇林杏儿见过大人。弟妹，快免礼。前几日大雪封山，若不是你那10缸酱菜和那顿热汤，先锋营3000弟兄不知道要冻死多少。第2天，孙千虎就将你的功劳上报给总兵大人，这是总兵大人亲自批下来的赏赐。千户大人说了，赵家这破泥房子四处漏风，哪配得上咱们边关的石安菩萨？这几车上好的青砖红瓦，是千户大人特批从军营库房拨出来的，给弟妹修缮房屋。老天爷，青砖大瓦房啊！咱们赵家村建村起就没见过谁家能住上砖瓦房的。铁山这媳妇儿真是神了，不仅能赚钱，还能挣来军功。多谢总兵大人和千户大人，杏儿只是做了分内之事，将士们在前线流血，我们后方出点力是应该的。弟妹敞亮，料已经送到了，李大牛他们今天休，等会儿就过来帮你们翻修屋子。我还要回营复命，告辞。哟，这有钱就是不一样啊！呸！不过说到底，也就是个抛头露面的富人家。女人家不在家里相夫酿子，天天跟一群当兵的混在一起做买卖，这要是放在咱们老家，那是伤风败俗，要被戳脊梁骨的。放你娘的狗屁！刘老婆子，你那张破嘴是不是早晨没拿水涮过？喷的什么粪？我家杏儿堂堂正正凭手艺赚钱，救了3000将士的命，连总兵大人都赏了银子。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在这儿嚼舌根？我说的也是规矩，哪有媳妇儿天天压在婆婆头上的？我看你这个当婆婆的，也是被银子迷了心窍，连一家之主的谱都不要了。我呸！规矩！当年我吃草根咽泥巴的时候，怎么没人来给我讲规矩？我告诉你，在这个家里，我儿媳妇林杏儿就是规矩，她能让一家人顿顿吃上肉，能带全村人翻地种菜赚钱。谁要是敢再说我家杏儿半个不字，老娘今天就撕烂他的嘴。以后我家收菜的买卖，你们1文钱也别想赚。
大娘说的对，刘婆子那是纯粹眼红，咱们杏儿是全村的大功臣。娘，外面冷，别跟那种人置气了，进屋歇着吧。哎呦，娘不疼。杏儿啊，这50两银子你可收好了，你是个有大主意的，以后家里的钱全归你管，娘给你当一辈子的烧火丫头都乐意。娘，您变脸比翻书还快。你个木头桩子懂什么？杏儿这样的好媳妇儿，打着灯笼笼都找不着，你还不赶紧把李大牛他们来，赶紧开工修房子，冻着我媳妇儿，我拿你试问。铁针，帮我把那坛腌好的沙地芥菜捞出来，洗净切碎。这芥菜本来就香，再配上这大肥肉，今天大牛他们怕是要把舌头都吞下去了。芥菜吸油，五花肉肥腻，放在一起大火猛蒸半个时辰，肉的油脂全被芥菜吸走，肉烂而不腻，入口即化。芥菜吸饱了肉汁，油润鲜香，这才是真正的干活饭。我的个亲娘哎！嫂子，你这是在锅里施了什么仙法？我长这么大，从来没闻过这么霸道的肉香。大牛兄弟，各位兄弟，大家今天辛苦了，洗手吃饭，肉管够，馒头管饱。好吃，太好吃了！就为了嫂子这顿饭，我愿意给赵家修一辈子的房子。别光顾着招待他们，你也吃。最近你瘦了。这个，给你。这是我的身份军牌，还有我这几年攒下的所有积蓄。虽然不多，但这是我全部的家当。杏儿，这个家以后交给你当了，我的命也交给你了。好，我接了。铁栓，既然房子修好了，大单子也接了，接下来我要带你做一件更大、更冒险的事。刀山火海，我都陪你。咱们的酱菜要扩大生产，野菜可以种，但唯独一样东西，军营卡得很死。镇上的粮油铺也卖得极贵，那就是盐。没有足够的盐，咱们的酱菜根本做不下去，所以咱们得自己想办法弄盐。私自弄盐？杏儿，边关对盐铁管控极严，这可是杀头的买卖啊！杏儿，私自熬盐那是重罪，一旦被巡盐的官差抓住，轻则流放，重则杀头。咱们现在日子刚刚好过一点，有了千户大人的赏赐和前锋营的单子，犯不着去冒这个险啊！铁栓，你误会了，我说的弄盐不是去贩私盐，更不是去劫盐车。你还记得村西头那片荒地尽头有一口常年废弃的苦井吗？那口毒井，那奇水又苦又涩，连牲口喝了都要闹肚子。村里老人说里面有毒瘴，早就用大石头盖上了。水苦涩是因为里面不仅有盐，还有大量的杂质和卤水。只要用木炭、细沙和粗布做成过滤池，反复滤去毒素，再用大火熬煮，就能试出比镇上粮铺里卖的还要纯正的清盐。咱们自己提炼，只供自家腌菜和军营消耗，不往外发卖，这叫就地取材，军需特供，官府也挑不出理来。你连怎么化毒水为清盐都会，杏儿，你到底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本事？杏儿，铁栓，快出来！隔壁村那个姓苏的小贱人带着军营后勤的王白总跑到咱们院子里来抢人了。姓苏的？哪个姓苏的？苏兰，当初在京城尚书府里跟我同在一个院子里干活的一等大丫鬟，后来主家犯事，我们一起被发配到边关。他运气好，配给了隔壁村的沈峰。沈峰，那个靠着溜须拍马上位的副白总。走，我倒要看看他们敢在我的院子里撒什么野。各位婶子，你们可别被林杏儿给骗了。他用2文钱1斤收你们的菜，转身卖给军营，可是翻了倍的赚。他这是在吸你们的血呢。我今天把王白主请来，就是为了给大家指一条明路。哼哼，本官是主管后勤采买的，孙千户之前是不了解情况，才被那林氏蒙蔽了。这后勤配菜的事儿一直是由本官负责，从今天起，军营的酱菜由沈白总的夫人苏兰统一采办。大家伙听见了吧？我苏兰做事比林杏儿厚道，只要你们把地窖里的萝卜、芥菜，还有刚种下去的那片地寿全交给我，我按3文钱1斤收，比林杏儿整整多出1文钱。3文钱，这价格确实高啊！要不咱们……呸！你少在这里挑拨离间！
当初大雪封山是杏儿带着咱们翻地给咱们送热汤，咱们做人得有良心，你出5文钱我也不卖给你。良心值几个钱？王婶子，你不卖，有的是人卖。实话告诉你们，那腌菜的法子我早就试出来了，不就是放重盐风干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哦，既然苏兰姐姐觉得腌菜如此简单，又何必大半夜的跑到我这破院子里来挖墙脚呢？杏儿妹妹，别来无恙啊！姐姐我也是为了军营的将士们好，你一个人霸占着这么大的买卖，供货不稳，万一饿着了将士们，你担待得起吗？王白总可是深明大义，特意把单子交给了我。哼，林氏，你私自联络前锋营，越权供货，本官还没治你的罪。识相的把前锋营的单子交出来，以后赵家村的菜全归苏兰调度。王白总，前锋营的单子是孙千户亲自下的令，定金就在这屋里放着。你不过是个后勤管事，敢违抗千户大人的军令？你少拿孙千户压我！千户大人日理万机，哪有空管这等小事？只要苏兰能做出一样的酱菜，我凭什么不能换人？姐姐说你已经做出了跟我一样的酱菜，不如拿出来让大家长长眼。拿就拿，你以为这世上就你一个人会做饭？打开。这就是你所谓的一模一样的酱菜？怎么？这可是我用了10斤上好的精盐腌出来的，够咸够味，放上几个月都不会坏。第一，萝卜没有经过反复揉搓杀水，直接下了重盐，这叫死腌，盐分全浮在表面，里头却还是生涩的辣水味。第二，你为了图快，没有经过风吹日晒，里面全生了霉水，那层白沫就是腐败的迹象。第三，你为了压住这股生水味，胡乱加了大量的劣质大料，把原本的鲜甜彻底破坏。这种生水发霉的劣质咸菜，如果送进军营，不出3天，前锋营的将士们全都要上吐下泻。王白总，若是因为这罐毒菜毁了边关战力，你这颗脑袋够孙文和砍几次？苏兰，你不是向我保证你的法子万无一失吗？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林杏儿，你就是嫉妒我抢了你的风头，我这也是刚做出来，放几天味道自然就好了。那就放几天看看，咱们边关的将士拿命在前面守城，绝对不吃这种糟践人的敌物。既然苏兰姐姐如此自信，王白总也觉得我的供货不稳，那咱们不妨打个赌，3日后正好是孙千户巡视后勤大营的日子，我们当着千户大人的面，在全营将士面前比一比这酱菜的手艺。如果你的酱菜将士们吃了叫好，我林杏儿二话不说，当场把秘方双手奉上，这赵家村的收菜权全归你。但如果你的菜坏了将士们的肚子，王白总、苏兰，你们不仅要当众向我赵家赔礼道歉，以后后勤的营门，你们休想再插手半分。比就比，林杏儿，3天后我要让你在全军面前丢尽脸面，拿着你的破秘方滚出边关。哼，好，一言为定。3日后5时，后勤大营见分晓。我们走。杏儿，你放心，咱们赵家村的菜就是烂在地里，也绝不卖给那个心如蛇蝎的苏兰。大伙儿安心回去歇着，跳梁小丑而已，登不上大雅之堂。3天后，我会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不可替代的手艺。3天后，你有把握吗？做吃食，骗得了眼睛，骗不了舌头，更骗不了将士们的肠胃。3天后，我要让他们连本带利的把欠咱们的规矩全吐出来。今日把你们召集过来，不为别的，只为咱们将士们的口粮。王白总说他找到了比赵家村更好、更便宜的配菜供货，本将向来赏罚分明。既然2家都说自己的东西好，那今天就让全营的将士们来做评判。好吃，本将重赏留用；若敢拿猪食糊弄军营，军法处置，绝不姑息。千户大人英明，下官这都是为了将士们着想。苏氏的酱菜用料考究，精盐给的足，绝对比那些泥腿子做的干净。苏兰，还不快打开让大伙尝尝？千户大人，各位军爷，我这可是用了是10斤上好的青盐，配上独家香料腌制的白玉萝卜条，脆生生水灵灵，保证大家吃了赞不绝口。我的老天爷，这是什么怪味？又苦又涩，咸得像在吃盐块，嚼到最后还透着一股子烂泥的生水味。我肚子绞着疼，这东西都是馊的。王白总，这就是你说的用料考究？你当本将是瞎子，还是当将士们的命是草芥？这分明是没晒干、生了霉水的烂菜。这不可能啊！大人息怒，苏兰，你不是说这菜绝对不会坏吗？怎么会有一股馊味？我明明放了10斤盐啊！盐放得多，怎么可能会坏？是他们口味太刁了，对，是他们吃不惯金贵东西。苏兰姐姐，做吃食
不是靠撒盐就能糊弄过去的。你为了抢这笔买卖，直接把带水的生萝卜泡进重盐水里，表面上是被盐刹住了，可萝卜心里的水排不出来，闷在罐子里，不出3天就会发酵变质。你这不叫腌菜，这叫毒水泡烂菜。千户大人，做配菜看似简单，实则步步都是心血，不仅要反复揉搓杀水，还要在风口晾晒3日，彻底脱去生水，最后再用老卤大料层层封坛。幸而不才带了赵家村新起的一批风干辣芥菜和酱香萝卜干，请大人们和兄弟们品鉴。是这个味儿，就是前几天救了咱们命的那个味儿。嫂子，快给我来一碗热粥配酱菜，热气一激，风味才能彻底散出来。各位兄弟，请。太好吃了，这芥菜嚼着咯噔响，一点渣都没有，连这粗粮粥都变得跟肉汤一样香。嫂子的手艺天下第一，谁要是敢说嫂子的菜不好吃，老子第一个不答应。王白种，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你为了中饱私囊，竟然勾结这种手艺不精的毒妇，企图拿发霉发馊的烂菜毁我边关将士的身体。若不是今日当众试菜，前锋营的战力就要毁在你的手里。千户大人饶命，下官一时糊涂，是被这毒妇蒙骗了。大人，不关我的事，大人，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盐放多了就不会坏的。杏儿妹妹，你帮我求求情啊，咱们好歹在京城相识一场。苏兰，做吃食就是做良心，你为了私欲拿将士们的命开玩笑，此刻还想让我替你求情？边关的规矩，军法如山，岂是我一个民妇能智慧的？哼，来人，卸去王白总后勤管事之职，交由军法处严查其历年账目，若有贪墨，严惩不贷。至于这个苏氏，立刻轰出大营，这辈子不许他踏入军营半步。林氏，你不仅手艺绝佳，为人更是光明磊落。今日这番比试，本将心服口服。大人过誉了。从今日起，前锋营乃至整个后勤大营的风干配菜酱料，全部交由赵家村林杏儿一人统办，任何人不得横加干涉，违令者军法惩治。千户大人英明，多谢嫂子。你赢了，赢得漂漂亮亮。铁瞻打发了几个小鬼，这盘生意才算真正铺开了。后勤大营几万人的单子，咱们需要的盐可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今晚我就去摸摸那口枯井的底，只要是你要的，就算是把地挖穿，我也给你弄出来。杏儿，这就是那口枯井。村里的老人们说，这井底下兼着阴河，冒出来的是毒水。早些年有不知情的过路客商喝了这井里的水，连胆都吐出来了，差点丢了性命。你确定这水能熬出盐？铁栓，如果真的是毒水，这井台周围早就寸草不生了。你仔细看，这青石板缝隙里结出来的白霜，是不是跟咱们平时吃的粗盐有些像？还真是，有一股子海子边的咸腥味。可这水苦涩难当，根本入不了口啊。苦，是因为这水里的卤太重，还掺杂了地下的泥沙和杂矿。只要把这些脏东西滤掉，剩下的就是最上等的清盐。铁砖，把石头挪开，咱们打一桶水上去看看。你在后头待着，当心掉下去，我来打水。杏儿，快吐出来，这水有毒。这根本不是什么毒水，这是一口天然的卤水井，而且含盐量极高。只要提炼得当，这口井足够咱们整个赵家村世世代代吃用不尽。既然你说是宝，那就是宝，咱们装2桶回去试试。铁栓，把昨晚烧好的木炭捣碎，铺在田底最下面。对，压实一点。木炭铺好了，接下来放什么？放细沙，再铺一层干净的粗棉布，把从井里打来的苦水慢慢倒进去。杏儿，这黑炭加上黄沙，水过滤出来岂不是比泥汤还要黑？木炭看似黑，但它里面有千千万万个看不见的小孔，最能吸附水里的毒素和苦涩的杂质。细沙和棉布则能滤掉泥沙。你看看桶里漏出来的是什么？老天爷，这水居然变清了！杏儿，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这不过是借了草木沙石的本来性子罢了。接下来才是最关键的一步，大火熬煮。铁说，停火，成了。这是清盐，是上等的清盐啊！有了这套提存的法子，那口苦井就是咱们取之不尽的盐库。有了盐，莫说前锋营的3000将士，就算是整个边关的酱菜和配菜，我也能全部吞下来。杏儿，你真是我们赵家的福星！不，你是整个边关的福星！快放我下来！锅里的盐还要起出来装罐呢。这事儿绝不能声张，若是让别有用心的人知道了，咱们会有大麻烦。你放心，从明天起，我每天夜里去打水，白天你就锁在屋里熬。这法子除了咱们俩，绝不让第3个人知道。
大半夜的不睡觉，偷偷摸摸在锅里熬白花花的东西，那是盐。我的乖乖，赵铁酸竟然敢背着官府私自熬盐，这可是杀头的大罪啊！嘿嘿，前2天那个被赶出大营的苏兰，不是在镇上放了话，谁能抓到林杏儿的把柄，就赏5两银子吗？不仅能拿赏钱，老子还能去官府举报，落个举报私盐的功劳。林杏儿，你家的青砖大瓦房马上就要换主人喽！谁呀？大清早的报丧催命呢！官爷，你们这是干什么？我们赵家可是本分军户，犯了什么法？杏儿干的可是杀头的大买卖，我今天可是特意带着刘巡检来替天行道的。谁敢在我赵家撒野？放肆！本官乃盐客司巡检刘大成，有人实名举报你们赵家私藏熬煮私盐，大为律例，贩卖私盐1两以上者杖责100，10斤以上者斩立决。给我搜！没有千户大人的手令，我看谁敢搜！千司管的是军务，我管的是盐铁专卖。这事儿就是总兵大人来了，本官也站着理。来人，把厨房给我围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既然刘巡使说我们熬制私盐，总得有证据吧？证据？老子昨晚亲眼看到的。你们2口子大半夜不睡觉，在这个灶房里偷偷摸摸的用大铁锅熬白花花的东西，不是盐是什么？刘大人，东西肯定还藏在灶房里。林杏儿，你以为你攀上了孙千虎的高枝就能只手遮天了？今天人赃并获，我要亲眼看着你被带上枷锁，流放千里。进去搜！大人，找到了，就藏在灶台底下的暗格里。这成色毫无苦涩，咸香纯正，比贡盐还要精细。好啊，你们竟然敢走私如此大量的极品青盐，这少说也有5、6斤，足够砍你们10次脑袋了。老天爷呀，这是造了什么孽呀？我们没有走私啊！林杏儿，你还有什么话可说？你拿私盐来腌菜，难怪味道那么好。用这种杀头的手段来跟我争，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刘大人，还不快把这毒妇拿下！铁证如山，来人，把这2人给我锁上铁链，押入死牢。我看谁敢动我媳妇儿一根头发！想带她走，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赵铁子，你要造反吗？敢对官差拔刀，这是诛9族的大罪。刘大人，大魏律例确实严惩走私私盐，但律性上也写得明明白白，私盐指的是未经官府批准私自贩卖海盐、湖盐与井盐。请问大人，您哪只眼睛看到我贩卖了？你还不承认？你用这盐做酱菜攻入军营，换取暴利，这跟贩卖有什么区别？无知，这罐里的东西既不是海边运来的海盐，也不是西地运来的湖盐，更不是我花钱买来的走私货，这是我昨夜用村西头那口废弃的苦给水自己提炼出来的。你这娘们儿是不是被吓疯了？村西头那口苦井，那是连狗喝了都要肠穿肚乱的毒井。你说你用毒水熬出了这等极品的青盐，你骗鬼呢！林氏，死到临头还敢戏弄本官，那口苦井几10年没人敢碰，你真当本官是3岁小孩吗？给我拿下！若敢反抗，格杀勿论！都给老子住手！我看谁敢在我的地盘上动我的人！孙千虎，您这是何意？这林氏私自熬煮私盐，人赃并获，本官乃是奉公执法，您难道要包庇重犯吗？林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盐是从哪里来的？你若是真敢沾染走私的勾当，今天就算是本将也保不住你。千户大人，您别被他那副可怜相骗了。他刚才还大言不惭，说这盐是他从村西头那口毒水井里提炼出来的。这种荒天下之大妙的谎话，也就他敢说出口。毒水井，林杏儿，此话当真？千户大人，杏儿绝无半句虚言。边关缺盐，不仅百姓吃不起，连前线将士的口粮里都缺资少味，战力大减。这条苦井在别人眼里毒水，但在杏儿眼里就是能解边关燃眉之急的宝库。哼，满口胡言！你既然说你能化毒为盐，那你敢不敢当着本官和孙千府的面重新提炼一次？若是你提炼不出，或者提炼出来的是毒盐，本官今天就要你的命！有何不敢？千户大人、刘大人，今日我就在这里立下军令状，若我不能当众从那江苦井水中熬出青盐，我林杏儿任杀任剐，绝无怨言。但若我成功了，刘大人，我要你收回这莫须有的罪名。千户大人，我要这口盐井的开采权，我要让整个边关的将士从此以后再也不用为一口盐巴发愁。这等恶臭的毒水，平时连野狗都不喝。林氏，你莫不是要拖延时间？
本官可没闲工夫陪你过家家。千户大人，他要是能把这水变成白花花的青盐，我苏兰今天就把这木桶给吞下去。铁栓，铺炭。铺好了，杏儿。木炭吸附毒气又臭，细沙滤去泥土杂石，不管多脏的井水，过了这层层关卡，留下的就是最纯粹的王水。神了，这水竟然真的变清了，连那股刺鼻的腥臭味都没了。哼，变清了又如何？就算滤掉了泥沙，那苦涩的毒性依然在里面，根本熬不出盐来。铁砖，生火，大火猛煮，不要停。撤火，用余温烘干。千户大人，刘巡查，毒水已化青盐，请二位大人验看。哈哈哈哈！好，好啊，咸香纯正，没有半点苦涩，这比京城运来的贡盐还要精细3分。林氏，你真乃神人也！这不可能，这世上怎么会有这种奇术？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法？这不可能！赖三明明说你们是偷熬私盐。狗东西，还想跑？刘大人，事实胜于雄辩，我这盐乃是就地取材自己提炼，并非贩卖私盐。你刚才口口声声说要拿我问斩，现在你还有何话说？你，就算这盐是你提炼的，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盐井都归盐客司统辖。你未经上报私自开采制盐，依然是触犯大卫律例的死罪。来人，把这盐和制盐的器具全部没收，将林氏带走。刘大成，你给老子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地方是边关军屯，这口井在军屯的辖区内。孙千惠，你这是要暴力抗法吗？这盐物，放你娘的屁！边关将士吃不上盐，战力大损。这林氏制出来的盐，从今天起全部充作我前锋营的军需配给，这叫战时军需特造。老子在前线打仗，我的兵自己弄点盐巴吃，还轮得到你一个后方管盐的酸修才来指手画脚？千户大人说的对，民妇提炼此盐，初衷就是为了腌制酱菜，供养前线将士。这锅盐以及日后从那口井里提炼出的每一粒盐，全部无偿供给边关大营，绝不流入民间市场牟利。既然是军需，自然归千户大人统管。说得好，刘巡检，你听清楚了，这是我边防大军的军需物资。你若再敢动这盐井和林氏半根头发，那就是破坏军需，动摇军心。本将不用通报朝廷，现在就能以军法斩了你。好，既然是孙千虎的军需，下官自然不敢过问。我们走。苏兰姐姐，急着去哪儿啊？你刚才不是说，若我能熬出青银，你就把那木桶吞下去吗？杏儿妹妹，我刚才那只是一丝比哭还玩笑话，咱们好歹姐妹一场。姐妹一场，带着官差来抄我的家要我的命，这也是玩笑。你趁着将士们缺衣少食，用发霉的毒菜以次充手，这也是玩笑。苏兰，你我之间的旧账，今日彻底清算，滚出赵家村。若再让我看见你在边关生事，就不是赶走你这么简单了。哼，来人，把这个毒妇和那个通风报信的赖三一起轰出去。林氏，你今天不仅救了你自己的命，更是立了天大的奇功。有了这源源不断的青盐，我前锋营的将士们再也不用忍受夜盲和体虚之苦了。大人谬赞了，只是这制盐的法子虽然简单，但耗时耗力。若是单靠我与铁霜二人，产量毕竟有限。既然已经纳入军需，幸而斗胆，请大人派兵驻守苦井，并允许我招募赵家村的军户家属，共同制盐。这是自然，这等机密重地必须由最信得过的人把守。赵铁山听令，属下在。你护卫军需有功，为人沉稳忠诚。本将现在正式擢升你为前锋营总西官，赐从7品5职。即日起，你带领50名精锐，日夜驻守村西盐井，任何人无本将手令，胆敢靠近盐井半步者，杀无赦。属下遵命，誓死守卫盐井，绝不让大人和我媳妇儿失望。好，林杏儿，从今日起，你就是这制盐工坊的提调官。虽然没有品阶，但在这赵家村，你就是说一不二的大掌柜。你需要什么人手、什么物资，直接跟铁庄说，本将全力支持。多谢千户大人，杏儿保证，不出半月，第一批上好的青盐和风味酱菜就能敞开了供应前线将士。王婶子，这批芥菜风干的时间不够，里面还有水汽，不能下大酱，挑出来重新晾晒。杏儿掌柜的，这天阴了2日，确实没晒透，可前锋营催得紧，这几百斤菜要是犯工，今天可就交不了货了。要不多加2把盐盖一盖。规矩就是规矩，这酱菜送去前线，是将士们在冰天雪地里救命的口粮。若是带着生水下了酱，不出半月就会发酸变质。咱们赵家村能有今天，靠的就是千户大人的信任和前锋营兄弟们的口碑。谁敢在这上面偷工减料，
砸了咱们的招牌，以后就永远别进这作坊的大门。是，杏儿你说的对，是我糊涂了，我这就带人把这批菜挑出来，重新挂上架子，绝不能坑了前线的兄弟们。铁栓，嫂子，前锋营运货的车队来了。孙千户说了，这批不仅要酱菜，还得带走200斤青盐。盐井那边昨夜刚起了一批上等青盐，我已经让人装好车了。酱菜这边备齐了吗？早就备齐了，500斤风干辣芥菜，300斤酱油萝卜。不过铁栓，咱们这运输的法子太慢也太费事了。粗陶罐不仅死沉，路上颠簸还容易碎。前锋营的将士们出去巡边，总不能在马上挂着这么个大陶罐吧？嫂子说的太对了，咱们兄弟出去巡逻，一走就是2、3天，陶罐带不出去，只能带干冷的面饼。面饼没味道，咽不下去，兄弟们还是得挨饿。这要是能有一种方便带在身上，随时能吃的咸味干粮就好了。方便带的干粮，军中以前试过把肉做成肉干，但边关肉贵，消耗不起，蔬菜又存不住。有了，既然陶罐带不走，那咱们就不带罐子了。不带罐子，那酱菜装在哪儿？铁栓，帮我生火。王婶子，去把我昨晚熬的那盆大料牛油端过来，再拿20斤炒熟的高粱面，5斤剁碎的辣芥菜和萝卜干。酱菜之所以要装罐，是因为里面有汤汁。现在我用热油把酱菜里的水分彻底煸干，然后下入炒熟的高粱面。大牛兄弟，尝尝这个行军酱肉饼。天老爷，这东西绝了，一块下又顶饿又解馋，而且这么硬实，揣在怀里根本不怕碎。好东西，不仅能干嚼，要是巡边的时候弄一锅开水，把这饼子往里一掰，这不就是一锅浓浓的酱香热汤吗？没错，这叫压缩行军粮，不仅轻便好带，而且牛油封锁了水分，就算是放上几个月都不会变质。咱们赵家村的商路从此以后不用再被这些笨重的陶罐拖累了。前锋营只要定下这行军饼，咱们的供货量至少还能翻3倍。大牛，立刻把这一批行军饼送到孙千户的大帐，告诉千户大人，我媳妇儿又弄出军国利器了。得嘞，兄弟们，装车！这回千户大人非得乐疯了不可。各位婶子嫂子，今天是咱们赵家村作坊头一次发月钱分红。婶子，你家交了800斤菜，加上你在作坊里领单干活的工钱，一共是5两3000银子。5两，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啊！杏儿，你真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呐！婶子快起来，这是你凭双手挣来的，以后咱们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李嫂子4两2钱，张大娘3两8钱。杏儿掌柜的，赵总旗，以后咱们整个赵家村唯你们2口子马首是瞻，你们让咱们干什么，咱们就干什么。大伙儿记住，咱们不仅要自己吃饱，还要把作坊越办越大。以后咱们不仅要攻前锋营，还要把这行军饼卖给过往的商队，卖到关外去。咱们赵家村的商路才刚刚开始。铁栓，你现在是堂堂的总察官了，怎么还能给我洗脚？要是让大牛他们看见，又要笑话你了。我不管什么总阁官，我只知道没有你就没有这赵家村的今天，也没有我赵铁丹的今天。你在外面是掌柜的，是大官人，回了家你就是我媳妇。既然我是你媳妇，那你以后就得听我的。这辈子我的命我的刀都听你的。总旗，总旗，你撑住啊！娘的，这群草原达子简直疯了，竟然敢摸到咱们眼皮子底下来！闭嘴！嚎什么？这群志豪是冲着咱们的行军饼和运盐路线来的。大牛，立刻带兄弟们撤回大营示警，防线有漏子。放屁！要不是为了替我挡那一刀，您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兄弟们，护阵！就算是用命填，今天也要把总线活着背回村里。嫂子，嫂子，救命啊！铁栓哥为了救我被达子砍了。铁栓，我的儿啊！老天爷呀，这可怎么活呀？别慌，大牛，把他平放在堂屋的木板床上，无关的人全都退出院子，不要挡着风口。娘，铁山还没死，您现在哭就是在要他的命。去灶房烧2锅滚开的沸水，把家里所有的干净白棉布放进锅里煮，快去！娘这就去烧水。嫂子，你打死我吧！要不是我大义贪尽，铁春哥就不会挨这一刀。大牛兄弟，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你若是真觉得愧疚，现在立刻骑最快的马去前锋营，请军医带上最好的金疮药过来。若军医不在，就去镇上绑个大夫来。嫂子放心，我李大牛今天就是跑死这匹马，也把大夫给您弄来。铁栓，会很疼，
你平时连刀都不怕，这次也得给我咬牙挺过去。你要是敢撒手溜下我，我就把这作坊烧了，让你在九泉之下都不得安宁。我知道疼，铁栓，对不起，我知道很疼，但是必须洗干净，不然会化脓的。你撑住，求求你，撑住。杀，保护严谨，别动他。谁敢动杏儿，我砍了谁。我不许你死，赵铁栓，你听见没有？你说过这辈子的命都听我的，你不能食言。只要你醒过来，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我不要你当什么总持，我们只要好好活着。奇迹，真是奇迹啊！这么深的刀伤，按照常理，半夜就会因为邪毒入体而溃烂发热致死。尊夫人处理伤口的手法虽然奇特，但那盐水清洗却极其有效地压制了邪毒。赵铁商这命算是保住了，只需敷上金疮药，好生调养半月便可。杏儿，你醒了，你终于醒了，你要不要喝水？伤口还疼不疼？别哭，我没事。阎王爷嫌我太粗糙，不肯收我。你还敢开玩笑？你知不知道你流了多少血？你平时不是最稳重吗？为什么非要去挡那一刀？大牛是我的兄弟，但更重要的是，那群鞑子是冲着严谨和作坊来的。如果防线破了，他们会冲进村子，我不能退，我得守着你。为了我，连命都不要了。我的命本来就是你的，杏儿。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陷在冰窟窿里，怎么也爬不出来。后来我听见你在叫我，你说如果我死了，你就把作坊烧了。但我舍不得，我舍不得你辛辛苦苦建立的作坊，更舍不得你。这辈子除了我赵铁山，谁也别想护着你。好，我记住了。赵铁瞻，你这辈子休想再甩开我。等你伤好了，咱们就把边关的商路铺大。我要让你做全天下最风光的将军，我要让咱们的孩子一出生就站在最安稳的地方。好，一言为定。一喜，鞑子大军压境，黑风口吃紧。三道狼烟，这是鞑子的主力打过来了。老天爷呀，这可怎么办啊？鞑子杀人不眨眼啊！咱们快逃吧，往南边逃！慌什么？都给我站住！逃？往哪儿逃？你们的爹娘、丈夫、儿子都在前线顶着刀枪，你们现在逃了，谁给他们送饭？饿着肚子，他们怎么挡得住鞑子的铁器？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黑风口若是破了，鞑子的马蹄半日就能踏平咱们赵家村。现在能救咱们的，只有前线的将士，而能让将士们活下去的，只有咱们手里的干粮。杏儿掌柜说的对，我家男人就在前锋营，我不能让他饿着肚子打仗，咱们干！干！给兄弟们做干粮！王婶子带20个人，把锅房里所有的熟面和牛油全搬出来，不计成本，全力压制行军饼。李嫂子带人去后院劈柴，把所有的铁锅都烧热，快！大牛，前线到底是什么情况？孙千户手里有3000精锐，怎么会被逼得点燃3道灵焰？嫂子，这次不一样，鞑子不知道发了什么疯，集结了上万人马，疯了一样猛攻黑风口。孙千户死守隘口，但鞑子把后方的运粮道给截断了一半。兄弟们在城墙上杀了1天1夜，滴水未进，连挥刀的力气都没了。千户大人命我拼死突围，就是来催你们的行军饼救命的。大牛，去牵我的马，把村里剩下的所有马车全套上。铁栓，你的伤还没好利索啊！你现在去，要是再碰着伤口，会没命的。娘，我是前锋营的总旗，我的兄弟们在前面拼命，我不能躲在女人背后。您放心，我答应过杏儿，绝不轻易死。这里面是500块最高浓度的牛油行军饼，大车走得慢，你带着精锐骑马先走，用最快的速度冲进大营，给千户大人和兄弟们垫肚子。大车随后由我亲自押送过去。不行，你不能去，战场刀剑无眼，你一个女人压车太危险了。你当我是那些只知道躲在屋里绣花的娇小姐吗？铁神，打仗我不行，但运送辎重、调配物资，整个边关没人比我更懂。我不去，大车若是被乱兵冲散了怎么办？再说了，我还给鞑子准备了一份大礼。这是什么？
这是我右作坊里最辣的野山椒，烘干后磨成的极细粉末，里面还掺了石灰粉。达子若是攻上城头，贴身肉搏，你们就拿刀背划破布包，顺风朝他们脸上撒，不致命，但能废了他们的眼睛。护好自己，谁敢碰你一根头发，我把他剁成肉泥。我等你凯旋。大人，达子的下一波攻城又要开始了。兄弟们已经2天没吃一顿饱饭了，弓箭手饿得连弓弦都拉不开了，隘口守不住了，您快撤吧！放屁！黑风口一破，后方3个州府10万百姓全得遭殃。传我的将令，谁敢后退一步，力斩无赦！就算是饿死，也要给我死在城墙上！千户大人，弟兄们，行军禀到了，我媳妇儿给咱们送命粮来了。铁栓，好小子，快分发下去！老子吃饱了，达子们来受死啊！兄弟们，吃饱了饭就给老子狠狠的杀，把这帮杂碎赶下去！纵旗小心！我的眼睛好辣呀！用辣粉包，进战迎敌。哈哈哈哈！痛快，太痛快了！这林杏儿不仅是菩萨，简直是活张飞呀！兄弟们，反击！铁山，咱们只挡住了第一波，大营里一口锅都没有。若后续的粮草送不上来，今晚还是死局。千户大人放心，杏儿说过他会来，他就一定会来。前锋营的兄弟们，大铁锅和热面汤到了，只要我林杏儿还有一口气，就绝不让你们饿着肚子上阵。把大车外侧的油布全拉起来，挡住风口和流刺。李嫂子，带人立刻架起大铁锅，把板车上带来的水拿去烧开，快！你疯了！这里离城墙这么近，达子的流箭随时能射过来。我不是让你在安全的地方等我吗？安全的地方救不了将士们的命。达子今晚必有夜袭，兄弟们啃冷饼子咽不下去，必须喝热汤才能熬过这后半夜。你喝了这碗汤，赶紧上去守着，后方交给我。好，你待在车阵里，千万别露头。离席，弓箭手准备放箭。别慌，用湿泥土和湿麻袋灭火，汤不要停，一锅煮好，立刻让人端上城墙。不好，有达子摸进后营了，他们冲着运粮的车阵去了，保护嫂子！达子杀过来了！尝尝姑奶奶的辣油！别怕他们，用热汤泼，用柴火打，咱们死守这口锅！敢动我的女人，我要你的命！铁栓，你的伤一点小伤，死不了。杏儿，今天咱们夫妻俩怕是要在这并肩杀敌了。黄泉路上，咱们也做个伴儿。我数3数，我泼热汤，你撒辣粉。好，听我媳妇儿的。守住了！他娘的，黑风口守住了！铁栓，你别吓我，我马上找军医。别喊了，我真没事，就是太累了。杏儿，我刚才真怕来不及，我满脑子都是，如果我没赶上，如果你出事了，我赢了这场仗还有什么意思？傻子，你是个大傻子，你连命都不要了，就为了护着我。我林杏儿上辈子不知道积了什么德，这辈子能遇到你。你不是菩萨吗？菩萨下凡来救我，我当然得用命护着。走，铁栓，仗打赢了，咱们回家，这天下太平了。我给你做一辈子的饭。好，回家。仗是打赢了，可咱们前锋营的家底儿也彻底打空了。那一碗达子的火箭烧了咱们半个粮仓。更要命的是，盘龙口到黑风口的这30里运粮道被雨水一泡，再加上达子马蹄的踩踏，现在全成了烂泥塘。后方的粮车根本推不过来。朝廷的赈灾款和新粮最快也要1个月才能拨下来。这1个月，难道让打了胜仗的兄弟们扎紧裤腰带喝西北风吗？千户大人，既然路烂了，那就修路；既然粮仓烧了，那就盖新的粮仓。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弟妹啊，
你说的轻巧，修路盖仓那得要钱要人，现在营里连吃饭都成问题，我上哪儿去弄修路的银子和劳力？大人，银子我出，劳力军民一起上。杏儿，你打算怎么做？千户大人，这半个月来，我们赵家村作坊熬制的青盐和行军饼，除了供前锋营消耗，还攒下了一大批库存。我昨夜已经让李大牛骑快马带了样品去百里外的几个大商渡。过往的客商对咱们这儿耐储存又轻便的行军饼和上等青盐极感兴趣，他们愿意出高价收购。对呀，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咱们现在手里握着青盐和行军饼这2棵摇钱树啊！这第一笔商队定金，我不留一分利润，全部拿出来买碎石、买石灰、买3合土。前锋营出2000轻伤的将士，赵家村出300军户家属，咱们军民合力，用10天时间，把这30里烂泥路硬生生砸成一条走得通大马车的硬面石子路。弟妹，这可是你们赵家村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啊！这路本该官府来修，怎能让你一个妇道人掏空腰体？大人，路通了，商队才能把银子送进来，我的作坊才能把货卖出去。路通了，粮草才能源源不断地运到前线，将士们才有力气保家卫国。这不仅是军道，更是咱们边关百姓的活路。钱没了可以再赚，这口气若是散了，边关就真垮了。千户大人，属下愿领军令，亲自带队修路，不修通这30里粮道，属下提头来见。好，我大魏边关有你们这样的军民，何愁鞑子不灭？传我将令，全军上下除了重伤员，全部随赵总兵去修路，本将也去挑石头。兄弟们，加把劲儿啊！嫂子说了，今天谁填的坑多，中午肉汤里的树块就给谁多加2勺。大牛哥，你就骑好吧，为了嫂子的肉汤，老子今天能把这地皮砸穿3尺。慢点喝，慢点喝，这茶里加了咱们作坊的粗盐和生姜，最解乏。大兄弟，看你肩膀都磨破了，来，婶子给你垫布。张老伯，这路基中间必须垫高，2侧要挖出半尺深的排水沟。马上就是春雨季，如果不把排水做好，这3合土的石子路泡水久了依然会塌陷。杏儿掌柜放心，老朽打了一辈子交道，没见过比您这法子更稳妥的。这路修好，别说下雨，就是达子的铁骑在上面跑，也休想踩出个坑去。你都在这风口站了3个时辰了，喝口水，去后面的帐篷里歇会儿，这里有我盯着。我不累，看着这条路一点点变硬实，我心里踏实。对了，铁栓，路修好之后，我打算在村子中心紧挨着作坊建3座倒锥形的大粮仓。倒铁形，粮仓不都是方方正正的亭底吗？亭底粮仓容易受潮，而且老鼠容易打洞。我设计的这种倒 V 型粮仓，底部悬空，用包了铁皮的粗木柱支撑，顶部封死，只留一个通风口。粮食从上面倒进去，取粮的时候从底部开闸放出，这样既能防潮防暑，又能保持不会发霉沉积。你这脑子真不知道装了多少奇思妙想。好，路一修完，我就带兄弟们给你盖粮仓，你要几座就盖几座。林大掌柜，神了！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这边关的烂泥路我最清楚。你们竟然用10天时间修出了一条通天大道啊！这批新粮，我们商队按约定如数送达，顺便拉走你们作坊的2000斤行军饼和青盐。管事客气了，路通财通，以后仰仗各位客商的地方还多。王婶子带人卸粮装货。哎，兄弟们，乡亲们，1个多月前，达子大军压境，咱们差点饿死在黑风口。但今天，咱们有了新粮道，有了新粮仓，更有了咱们自己的青盐和行军饼。这一切都要感谢一个人，林杏儿。你不仅救了我的命，更盘活了这方圆百里的边防大局。我孙某人是个粗人，不会说话。从今往后，在这前锋营辖区内，赵家村的产业就是军需重地。你林大掌柜的事儿，就是我前锋营的事儿。没有千户大人的信任，没有将士们拼死杀敌，没有乡亲们的日夜劳作，就没有赵家村的今天。这碗酒敬边关的安宁，干！干！你们这些人怎么赶车的？没长眼睛吗？这可是送往军营的军需。真是让本官好找啊！原以为你在这苦寒之地早就成了一捧黄土，没想到你竟然还在这边关倒腾起买卖来了。民妇林杏儿，见过这位大人，只是大人这阵仗
不像是来体察民情的，倒像是来找茬的。找茬？林杏儿，你原是罪臣尚书府的一等丫鬟，戴罪之身发配边关。你不好好在杂役处干苦力赎罪，竟然敢私自聚众，开办这等规模的制盐攻防和粮战。这位大人，说话要讲证据。铁山说的不错，周大人，当年的案子早就结了，我一没逃跑，二没犯法，遵从朝廷旨意，在此安家落户。这作坊是我凭着一双手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大人拿京城的陈年旧案来边关摆官威，怕是打错了算盘吧？牙尖嘴利，林杏儿，你以为你在这穷乡僻壤找了个当兵的做靠山，本官就治不了你？实话告诉你，本官这次奉命巡查边关粮饷，早就查清了你的底细。你这作坊里产的青盐纯度极高，你做的行军饼利润丰厚。周大人，扣帽子也得讲究基本法。我这作坊是前锋营孙千户亲自批准的军需特供处，每一笔账目都清清楚楚。你若是眼红我这几口大锅，大可直说，何必绕这么大个圈子？放肆！本官乃户部特使，代表的是京城的朝廷。孙千惠一个区边关武将，有什么资格批准制盐？来人，传本官手令，立刻查封赵家村所有作坊粮仓和盐井，将这林氏和他的同党一并拿下，押解回京受审。我赵铁栓奉千户大人将令驻守此地，这作坊里的每一粒盐、每一块饼，都是前线兄弟们拼死杀敌换来的口粮，谁敢动这里的一草一木，格杀勿论！乡亲们，这狗官是来抢咱们饭碗，断前线兄弟们活路的，跟他拼了！对，杏儿掌柜救了咱们全村的命，今天就是豁出这条命，也绝不让他们碰杏儿掌柜一根头发！我看谁敢在老子的地盘上撒野！你给老子听清楚，这作坊里的每一粒盐、每一块行军饼，都是我先锋的军方资产。林杏儿是我孙某人亲自任命的军需大掌柜，你敢查封这里，就是要断我3000弟兄的粮草，就是要通敌叛国。你这是强词夺理，军方资产岂能交由一个妇人打理？我要向总兵大人告发你！告发我？你瞎了狗眼，看看这是什么？哼，这是总兵大人的金令。总兵大人早就将这片作坊划定为边关1级军需重地。别说是你一个户部的特使，今天就是尚书亲自来了，没有军令，也休想带走这里的一根葱。周大人，京城的旧冤，在3年前我被发配的那一刻就已经清了。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边关巨须提调官林氏，是前锋营赵总召的妻子，拿着旧账年来这里耀武扬威。我不保证你带来的这些人能不能活着走出这黑风口。来人，把这群妨碍军需生产的京城少爷们给老子扔出村子去！没事了，京城的那些烂事儿再也找不上你了。是啊，没事了。以前在京城命如草芥，只能任人摆布，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的命我说了算，我们的家我们自己守。好小子，好弟妹，今天真他娘的痛快！走，别让这群晦气东西坏了心情。去作坊里，今晚老子要尝尝你们新酿的辣酱。小哥，求求你通融通融，我是从关外来的，特意来求购林大掌柜新出的红油火锅底料，我出双倍的价钱，给我装2车吧。这位客官，真不是我不卖给您，咱们作坊的规矩，第一批新货必须先紧着前锋营和边防将士们的口粮，剩下的份额早就被京城和江南的几家大商号预定空了。您要买，拿着后盘去后面排队等下个月的货吧。哎呀，这林大掌柜的手艺真是金不换呐！那红油底料放在滚水里一涮，羊肉都不带半点膻味，在我们关外简直是神物。我等，下个月我一定排上号。王婶子，这批红油的火候更好，可以撤火封坛了。另外，把加了当归和党参的清汤底料单独装车。孙将军心里说，最近天寒，新兵营里有几个水土不服的，这清汤底料给他们补身子最合适。大掌柜放心，我办事您还不踏实吗？这就让人去封坛。咱们作坊现在可是有100多个熟手，这点活半个时辰就能干完。嫂子，我们回来了。我回来了，这1个月在关外，嘴里淡的出鸟，做梦都在想你熬的汤。堂堂守备大将军，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也不怕大牛他们笑话。关外如何了？达子没在惹事儿吧？惹事？他们现在哪里还敢惹事？上次一战，达子被打得元气大伤，现在他们部落里连吃盐都要仰浪咱们作坊的出货。只要咱们卡住行军饼和青盐的交易口子，他们那几个首领比谁都老实。这次巡边，他们还主动送来了500匹上等战马，求咱们通融，多卖给他们100坛红油底料呢。
以商治战，以食安边。这正是我当初立下这大作坊的初衷。以前我只求一个安稳，想用手里的香料换一日三餐。但现在看着这万家烟火，我突然觉得，能在这乱世中亲手熬出一锅让所有人都吃得饱、吃得暖的热汤，才是我这辈子最痛快的事。刀剑能杀人，但填饱肚子，过上好日子，才能真正消灭战火。敬这盛世边关，敬大魏的太平。敬盛世边关，敬太平。干！铁栓，云姨今天上午来看过了，不是劳累，是咱们的赵家宝又要多添一副碗筷了。我要当爹了！兄弟们，大牛，老子要当爹了！星儿，谢谢你，是你给了我一个家，也给了这边关几万人一条活路。不，铁栓，是这片土地和你们这些愿意拿命去拼的将士成全了我。以前我只求一个安稳，想用手里的香料换一日三餐，但现在看着这万家烟火，我突然觉得能在这乱世中亲手熬出一锅让所有人都吃得饱、吃得暖的热汤，才是我这辈子最痛快的事。无论是熬汤还是守边关，这辈子下辈子我都陪着你。